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仅播5集，评分高达9.6，网友怒刷5星好评。虞书欣这次终于赌对了。现今而言，国产剧的市场着实极为火爆。前不久，央视推出了一部家庭大剧《好团圆》，该剧一经播出，便在全网掀起了火爆的态势。甚至有观众直言这部作品完全能够与经典的年代剧父母爱情相提并论，一较高下。然而伴随电视剧剧情的不断发展，这部电视剧沦为了高开低走系列中的一份子。反观由正午阳光精心打造出品，由闫妮、蒋欣领衔主演的《小巷人家》，着实给观众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不管是剧情还是影片，在服装、道具、化妆等诸多方面都极其贴近现实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息。然而谁能够想到，在11月1日的时候，鹅厂再度施展出大招，有一部名为《永夜星河》的穿越剧忽然间空降而至，仅仅播出了5集之后，便赢得了观众的5星好评，其评分更是高达9.6这般之高。不仅如此，这部电视剧一经播出，便迅速冲上了电视剧飙升榜的榜首，稳稳地压制住了《锦绣安宁》以及《好团圆》，其热度呈现出极为火爆的情形。提及穿越剧这一类型，最为突出的当属当年胡歌主演的《神话》了。这部电视剧在彼时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且难以磨灭的印记，直至今日。该作品在豆瓣上的评分仍旧高达7.7分，远远胜过同类作品。另外，存在刘诗诗与吴奇隆领衔主演的《步步惊心》，还有很早之前古天乐主演的《寻秦记》等等，这些作品均属于穿越剧中表现极为优异的一类。那么，虞书欣的这部《永夜星河》能否达到如此这般的程度呢？起初看到这个剧名的时候，我原本也认为这会是一部极其糟糕的剧集。然而，当我接连观看了2集之后，不由得感慨万千。虞书欣终究是赌对了一回，成功的让观众深陷其中，穿越剧终于迎来了巅峰之作。在《永夜星河》这部剧中，虞书欣所扮演的角色名为林妙妙。在影片刚开始的时候，她仅仅是一个为了生计而努力奔波忙碌的打工者，每天除了上班，就是过着吃饭、睡觉这般3点1线的生活。除此之外，她最为热衷于去做的事情，便是阅读小说。每当林妙妙结束完一天的工作之时，便会宅在家中阅读自己所喜爱的小说，而这部《捉妖》乃是林妙妙当下最为钟情观看的一部作品。为了细细品读这部作品，林妙妙简直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无论是在刷牙的时候，亦或是上班的途中，林妙妙连耳机都未曾摘下来过。即便在上班的时候，林妙妙依旧绞尽脑汁地偷听小说。看到此处，让人有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身为打工人，想必众多小伙伴都曾经经历过此类事情，就如同现实映照进了影视剧当中一般，让人有着深切的共鸣，代入感极为强烈，并且最为贴近生活的剧情绝非仅止于此。除了上班时的摸鱼行为之外，官方吐槽这一环节才是极具吸引力的。无论是小说作品还是电视剧，都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完全满意的地步。然而《永夜星河》别具一格，竟然直接化身为官方的代言人，在电视剧中直面开启官方吐槽的模式。尽管林妙妙是这本书的铁杆粉丝，可是她对于书中的诸多剧情存有不满的地方。除了每天聆听小说之外，林妙妙最为喜爱做的事情便是在网络上浏览网友们的评论，并且化身为其中一员，开启狂喷模式。常言道，官方吐槽最为致命。林妙妙不仅是官方的代表人物，并且她也是观众们的代表。倘若这部电视剧不好看，那么接下来就会遭到观众的口诛笔伐。
然而在观众尚未发声之时，凌妙妙便给出了回应，那就等听到结局之后再来讲吧。不得不提及，这导演的拍摄手法着实独具特色。在凌妙妙尚未把故事的结局讲述完毕之时，画面一转，凌妙妙便亲身置身其中了。当凌妙妙尽情喷吐的极为热烈之际，电脑屏幕忽然开始闪烁不停，紧接着一道光芒闪现而过，凌妙妙就这样水灵灵地穿越到了小说所构建的世界之中。依据穿越剧以往的常规模式来看，主角一旦穿越进小说里面，必定会成为剧中的主角，天生就拥有主角光环。可是永夜星河却与众不同，别出心裁。凌妙妙穿越到小说世界后，其扮演的角色竟然是那个恶毒的女2号。倘若凌妙妙期望能够活着回归现实世界，那么就务必一定要在这个副本世界里将其成功通关。唯有如此才能够安然无恙的回去，不然的话，凌妙妙的结局就唯有朝着死路这一方向发展这一条路可走。当然，作为从现实世界穿越而来的小伙伴，凌妙妙自身亦具备属于自己的外挂系统。书中的非玩家角色 NPC 给予凌妙妙提示，只要满足2个特定的条件，便可视为通关。其一，完成主线任务并且一直存活到最后阶段，与此同时参与到剿灭强大妖怪怨女的任务当中，最终成功的存活了下来。其二，实现暗线任务，不过这个暗线任务究竟是什么，还得由主角凌妙妙自身去思索探寻。这2个条件呢，实事求是的讲，想要全部实现，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然而，电视剧中的这段旁白也算是为后续剧情埋下了悬念，让人不禁想要去探究下去。总体而言，永夜星河的剧情套路确实是相当不错的。众所周知，就咱们国产剧的市场而言，最为不匮乏的便是古偶类型的作品。前不久更是接连上映了诸多，像是曾舜晞、李沁领衔主演的《七夜雪》，张晚意、任敏联袂出演的《锦绣安宁》，还有侯明昊、陈都灵领衔主演的《大梦归离》。这些古偶剧，要么是武侠与爱情相互夹杂，要么是权谋与爱情相互夹杂，亦或是仙侠与爱情相互夹杂。总体而言，并没有特别突出的新颖之处。反观《永夜星河》这部作品，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从最初的打工仔这一设定起，以及诸如听小说、上班摸鱼之类的小故事情节，能够促使观众很好的融入其中。另外，再度为观众留下悬念，促使主角亲身参与其中，由此开启打怪升级的故事剧情，逐步的让观众沉浸其中，仿佛自己就是凌妙妙那般，在书中的世界尽情畅游，体验感极为奇妙。另外，永夜星河的套路极为独特新颖，比如说凌妙妙初次踏入书中世界的时候，也会像观众一样忍不住大声吐槽，那模样简直和咱们观众在看小说时的反应一模一样。然而凌妙妙也犹如观众一般做出了抉择，当得知自己要在书中世界进行闯关之时，毫不犹豫地径直狂奔而出，迎接他的便是一道天雷，如此这般便迎来了最终的结局。凌妙妙的第1条性命就这样消逝了，然而等待着他的并非是回归现实世界，而是需要持续进行时光重塑。只要凌妙妙无法通过关卡，他就得一辈子被困在此处。永夜星河这部电视剧就如同游戏剧情的套路一般，唯有一路闯至最后一关，才能够看到大结局。实话实说，这般模式的古装偶像剧着实极具吸引力。从当下的视角来审视《永夜星河》这部作品，会发现其在剧情、套路以及创作思维等诸多方面着实相当出色。不过相较于其他穿越剧而言，这部作品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演员的演技难以做到极致的展现出来。
例如胡歌所参演的那部《神话》，这部剧之所以能够大火，与演员们高超的演技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剧中饰演赵高的那位演员张氏，他在这部剧中的演技简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张氏的表演极为深入人心，凭借着细腻的演技，将赵高那极为复杂的内心世界完美地呈现了出来。他的表演张力着实强大，能够让观众产生极为深刻的代入感。尤其是在剧中，赵高这般说道：“我要一步一步又一步的一步一步再一步的迈向最高处，我要成为赵高。”彼时，观众着实被深深震撼到了。赵高的情绪逐渐层层递进，起初呈现出窝囊老实的模样，接着发展为心怀怨恨并施行韬光养晦之策。等到功成名就之时，脸上便展现出那股张狂以及扬眉吐气的意味，其情感的表达极为清晰明了。尽管现今胡歌的演技相当出色，但在当年那部剧中，张氏的表演完全超过了胡歌。反观《永夜星河》这部作品，他着实难以彰显出演员的高超演技，毕竟剧本所呈现出来的故事就摆在那里。所以这一缺点极为突出，像这样的作品，通常是最为难以获得观众认可的。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